哎，小伙伴们，千呼万唤始出来，是不是？高驰的 Pace Pro， 看咱们频道久的小伙伴应该都记得，我无数次的在直播或者节目中说我猜今年可能会有 AMOLED 了，我猜中了，AMOLED 的这块屏幕。只不过我发现我在拍摄的时候发现不太好给大家展示，因为一这样呢，它过一会儿屏幕就自动熄了。我们给它点亮，大家看一下，还行吧？其实我是先看到的参数，才看到的东西。看到参数的时候我就惊讶了，我觉得我1500尼特的屏幕，就是在任何的高光，几乎在任何的室外我们能看到的，不是极限情况下的高光下，1500尼特都能够看得非常非常清楚了。那北方话说就是它不乌噜乌突的了，而且像素密度也不错，就看这个跟看印刷的东西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就是视网膜的惊艳程度。它标配的是这么一个硅胶的表带，但是呢，因为我一直都习惯戴这种尼龙编织的表带，所以就找到了这个表带。不知道屏幕前有哪些小伙伴有，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 Pace 3刚上市的时候，第一批或者第二批，反正就是在某个日期之前激活设备的小伙伴都会高驰当时送这么一根表带，正好它的黑色和这个很搭。而 Pace 3我的这个吉普乔格这个表带，感觉和灰颜色的版本会更搭。我们可以直观的大概看一下这两块表的大小区别，肉眼看上去这边会大一些，原因是因为这边它的颜色不是一体的，它是这种颜色。其实实际上的尺寸大小大家可以看参数，这边的屏幕和尺寸稍微大了一些，但是厚度增加，我个人认为不明显，非常不明显。从佩戴感受来说，我跟大家说句认真的实话啊，了解我的小伙伴都知道，我正常训练的时候，这边带一个 Apple Watch Ultra， 这边之前带 Pace 3。为什么这样做？我也跟大家说过好多次原因。Apple Watch Ultra 主要原来是生活用，然后听听歌，正好呢家属能够定位我，这样比较方便安排时间，比赛也比较方便找路线。有的时候我们在外出拍摄的时候，我会摘掉 Apple Watch Ultra， 只带这个，戴在这手。Pace 3的重量是完全感觉不到带了一个东西，就我的这种上肢力量，它呢是能够感觉到那么一点点带了东西。我实事求是的说，就是我的节目的评测都是实事求是的说，但是它配上这个表带，官方说是37克，应该是比这一套重了大概10克的样子，具体的参数大家去看官方的说明，应该都很清楚。它的厚度增加感知不明显，非常不明显，但是这个重量应该在这种档次的跑步手表里是非常非常能打的了，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不出意外，明天应该是个大晴天，而且是我们合练的日子，我会在合练的时候认真去体会一下它。我们可以看看明天的画面。今天比计划的慢5秒。嘿，小伙伴们，刚才和跑团的小伙伴们一起跑了一个4分0几配速的20公里。
看今天是阳光明媚，我都有点晃眼，面向着太阳。然后在过程中，这块屏幕的表现，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好。因为其实传统的运动手表那种屏幕，在高光的时候虽然也能看得清，但是光线越高的时候，它文字和背景之间的边界感没有这个这么好。因为这个 AMOLED 屏幕就是这种技术，它不发光的地方就不发光，发光的地方就很亮，它峰值亮度1500尼特，所以这么一看，它文字的边界感就特别清晰。这是真心话，就我一抬手就能看得很清楚，而且抬手亮和放手灭这件事情，它因为芯片快，所以特别跟手，导致我想这样给你们展示一下亮，有时候很难，一这样就灭了。像我不是第一次用这种屏幕的手表，我用 Apple Watch， 最早用 Apple Watch S7 的时候，在这种光线下就要看一会儿，有时候会第一眼看不清的，因为光线太亮了。而且不光是手表了，就像比方说像MacBook Air 那种 SDR 500尼特的屏幕，在这种高光下，有时候我们在外边剪辑也不太行。而这个1500尼特的屏幕，就我这样看上面发光的亮一点的字，比方说亮黄色或者亮绿色的表盘的字，就觉得和看自然的阳光没有太明显的区别了，就有点那种 HDR 的感觉了，确实是挺不错的，而且特别跟手，就是这么一抬就亮，这么一抬就亮。我记得很多年前普通的运动手表晚上的时候一抬手它也背光也会亮，还挺不跟手的呢。我记得刚用 Pace 2的时候，那时候就遇到一些这种问题，有小伙伴还提醒我说可以开那个叫夜间模式还是什么，就是它不会那么亮，但是会有一个微微的背光。那时候还这么解决这种问题。最早用佳明的时候也是有这个问题，但是现在真的是时代不一样了。至于芯片的速度呢，我下了它的离线地图，我们可以看一看离线地图的表现，看看跟不跟手，好不好？关于这款手表芯片的提升，高驰的小伙伴们强烈建议我试试离线地图，并且好多跑步的手表是没有离线地图的，只有一些户外和登山的手表会有离线地图。它的离线地图是完全免费的，我已经下载好了大阪这边的离线地图。你们看到的现在是大阪城，我们看看它有多跟手。先看它的放大缩小，看到没？这个放大缩小的效果已经和我的 Apple Watch Ultra 没有什么区别了。Apple Watch Ultra 不是离线地图，它有一个网络加载的时间，但是就地图的渲染时间来看，就非常的跟手了，已经就是完全是触摸屏，就类似手机的感觉了。你们看我现在拖动地图，看没？我们沿着这个河一直向上，一直向上，一直向上，到了电川河，我们把地图缩小，再缩小，看我这不知不觉应该已经来到了快到京都了，这儿应该已经是京都了。可能唯一的小遗憾就是地图上没有路的名字，这可能是唯一的小遗憾。我们定位到了生居的山里，那次去爬的山。比例尺，看比例尺的字的变化，最小是15米，就是现在这么长是15米，最大呢？最大是5公里，就是这个表盘上大概能放下这么宽，大概是10几公里，可以哈，真的可以。看我们到没有地图的地儿，看没有加载的地方的速度。另外，像运动手表，不管重量啊、材质啊、做工等等，咱们什么都先不考虑。跑步手表主要的关键点是稳定和准确。稳定是什么？就是你不能我跑一半以后死机了，然后数据就没了，那就白跑了，是不是？没记录就白跑了。这个绝大多数手表都没问题，它肯定也没问题。虽然我没有经过千百小时的测试，从准确性上来说，高驰的小伙伴告诉我，GPS 的芯片有比较大的提升。我就在一个非常严苛的环境下测试了 GPS， 我们就切到我的测试画面。小伙伴们看我左前方这一片楼，这一片楼叫商务公园，有点像北京的国贸，但是没有国贸那么的高楼林立，那么紧密。我来这儿，我们测试一下
Pace Pro 的 GPS 表现。手表设定的模式是双频全星座，就是把默认设置改成了最费电那一档，最精确那一档。大家拿到手表，我也推荐就直接改成双频全星座，除非你要跑那种100公里的越野，100公里的马拉松都没问题。越野可能时间比较长，你可能为了保险，而且在越野的环境下没有太多遮挡物的时候，可以调成它默认那一档。电池肯定是够用的。我们就开始。像 GPS 这个东西，它很多时候不是说能够100%重现的。我今天跑这一次，也许我明天再来跑就不一样了，因为天上的卫星是不确定的，信号是不确定的，干扰也是不确定的。GPS 是个特别弱的信号，会受云层啊、各种电磁什么的干扰。现在社会无线的产品越来越多，干扰就会越来越明显。我记得2017年想参加北京铁人，然后练游泳，就有人分享说，公开水域你比赛的时候，如果你不能游自由泳、蝶泳这种手臂出水的项目，就是泳姿，你就把那个手表别在泳帽上，因为蛙泳那种手在水里那么一点 ，GPS 就不行了。但是现在双频的 GPS 再加上这一代的升级的 GPS 芯片，我觉得在这种非常极限的环境下，虽然有可能有一些瑕疵，但是应该是有进步的。因为这一代的芯片，高车的小伙伴跟我分享，就是 GPS 这一部分，应该是几乎是目前能有的民用的不错的了，很好的了。你看这儿挺极限的，这两边是2栋高楼，中间这条路大概有20米宽，20多米宽吧。我就跑直线，咱们看看怎么样。好，我已经左边没有楼了。像以前单频 GPS 手表的时候，根本就不敢来这种地方。而且就算现在，我确定我的手表已经不会有太大问题了，我跑步的时候也会尽量避开这种。你看这块这个路是3座楼包围着它。我现在跟你们一样都看不到实时的轨迹，我们跑完再看。而且像有些地方 GPS 会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像那时候在北京，因为在北京我跑得多了，我总跟大家分享，有一些地方是我明确的知道的，就这个地儿 GPS 就特容易飘，但是这个地儿呢又不是像刚才那种情况，就好像看上去挺空旷的，但是每次到那儿都会飘。所以 GPS 有时候是玄学。那天我就想，有没有未来一种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是怎么想起来的呢？就是那天比赛进体育场，因为进体育场那条路比较长，就是在室内了，等于是实时配速就不行了。我就想，以后有没有可能有一种通用的协议，就跟 GPS 其实也是一种通用的协议。老听技术人员说协议是什么呢？就是
数据编码的规范。或者你可以理解为，你看一个 Excel 有几行有几列，然后每一列表头是什么，差不多就是这意思。然后每一列是什么数据，单位名称是什么。哎，有什么可能这么一种通用的协议出现？这种通用协议出现以后呢，在室内遮挡 GPS 遮挡的地方，就比方说体育场这种情况，就要跑进体育场，能够提供发射设备，甚至再进一步，如果这种数据的传输效率足够高，就有点像商场里的那种基于 iBeacon 的室内定位。那如果在这一个赛道每隔200米铺设一个发射装置，那是不是就无敌了？那绝对是准确的，跑出来的轨迹也是对的。看这儿，右边没有高楼，但是这儿是一个3座楼围成的一个小广场。像这种贴着楼跑，有的时候 GPS 信号它不是被全挡住，而是它会有反射折射。那这时候就跟你看一面镜子一样，你有时候人是肯定知道你看的是镜子的，机器不一定，它就可能以为你不在这儿。另外，大家看到的地图是卫星图，卫星图它不是100%俯视的，所以你们可能看到我被楼挡住了，那是因为拍摄的角度是斜着的。看这儿啊，这儿被遮挡了，因为在修路。好，我们回去看数据的表现吧。怎么样，还不错吧？而且条件非常严苛，就我选那些路，平常我自己训练我都是不跑的，因为就算双频 GPS 了，我也不愿意跑有可能会被干扰的路线。从 GPS 说，开了双频全星座，其实Pace 3就非常能打了，就是基本挑不出什么毛病了。因为 GPS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它并不是说它是一个严格的可重现的东西。你同一条路、同一个情况，你甚至是同样的配速、同样的时间，甚至你同样的摆臂，都每次都有可能不一样，因为天上的卫星的位置不一样。你这儿比方说是一面镜子，那儿有一个气球，我这样看镜子，我看到了气球，那我怎么知道气球是在那儿还是在那儿呢？就是这是 GPS 造成偏差的主要的来源，还有天上的云层的干扰。云层干扰其实是首当其冲最关键的。我记得最早用特早那种跑步手表的时候，要是今天是多云，搜星都特别慢，有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跑龄时间长的小伙伴们。你只要不像我节目里说，在北京的国贸高楼大厦里穿梭的话，或者你在纽约、在东京的高楼大厦里穿梭的话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也不太会有人在有一个公园或者有开阔的路面的情况下，非得去高楼大厦里穿梭的去跑步，也很少，除非要参加特定路线的活动，对吧？咱们实话实说，将心比心。另外还有一个小东西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我拿到这块表以后，第一条社交媒体的分享并不是表，而是它这个充电的转换器变成了钥匙链。我觉得这个钥匙链吧，你要真让我戴在钥匙上揣在兜里，我可能也不舍得，因为它这儿表面是露在外边的，确实会摩擦，可能有剐蹭，但是真的是挺好看的。而且它这个灰色的设计，我觉得跟这白色特别搭。我最喜欢的，这跟个人因素有关系，我喜欢所有磨砂质感的东西。所以这个的表面还有这个金属环的这个表面，是我特别喜欢的那种磨砂的感觉。现在就期待它的灰颜色的版本。灰颜色的版本，我觉得配吉普乔格这款Pace 3的这个表带应该是不难看的。最后我说说我怎么看这块 Pace Pro。我觉得这一代是一个里程碑，对高驰这么一个企业来说，因为从传统的屏幕变成了 AMOLED。我记得佳明最早发 AMOLED 手表的时候，
社区里也是好多不同的声音，有的人说啊，你牺牲续航，有的人说没有用跑步，有人说那你牺牲了重量，各种，包括这一代，我到现在也看到有的小伙伴会说啊，那比 Pace 3沉了。我个人的认为是，目前人类的科技的体系下，能够把续航、屏幕准确度，包括外观做成这样，你说有进步空间吗？肯定有，但是不大了。因为我是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我知道从头开拓一个新的产品线是个什么状态，利弊都有。弊当然是我可能没有太多自己的经验，要踩着前人的肩膀往上去走，或者说我沿着前人开创的步伐往前去走，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优势是这样的，就像我自己的行业，你让我从头做一个东西，做一个新的东西，我会特别开心，就没有历史的包袱和所谓的技术债要去还，债就是债务的那个债。我觉得第一款手表能做成这样也挺好的，当然也有不足之处，比方说高驰的小伙伴和我说，有些表盘还不太兼容它的常亮模式。就是新的表盘可能效果会比较好。所谓常亮模式，就是你看在不激活表的时候，我还得慢慢的，你们看它是这样的，激活了以后呢是这样的，而不支持这个的表盘呢，在不激活的时候那个数字啊什么的显示会比较小。但是这个都是软件的问题。另外呢，可能还有一些小小的我测出来的小问题，也反馈给高驰小伙伴，他们也都知道。就是大家如果买这个表，想连接电脑让它变成一个 U 盘往里放音乐的时候，是这样的，你最好让这个表在主屏幕，就是在表盘屏幕的时候去插电脑。否则的话呢，如果你把它就是比方说我们旋转旋钮变到了这种屏幕，你插电脑的话呢，它有几率不会变成文件传输模式，而是只是充电模式。这是我遇到的，高驰小伙伴知道，所以应该在后续的固件会更新。另外就是比方说你在这种，比方说你在这菜单界面，如果你连上了电脑，它是会有文件传输模式，但是手表上就不会显示那个文件传输模式的状态，就手表的表盘什么都没有变。那这时候你一定记得先退出那个手表的 U 盘，就是 U 盘那个显示，然后再拔。这是我测出来的小遗憾。另外还是小期待吧，就关于音乐，因为现在我有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我可能会卖掉我的一代 Apple Watch Ultra。那几个原因吧，关于 Ultra 的就不多说了，主要是我觉得它旧了，再不卖掉可能就价值会下降的更多。第二是呢，我也有点厌倦训练的时候带2个表了，因为就像一开始说的，有时候只带它去拍摄的话感觉特别好，现在我这2天只带它去跑步的话感觉也特别好，所以我觉得它现在又换成了 AMOLED 的屏幕，换成了我喜欢的屏幕。对，关于这个就是有的人喜欢这种屏幕，有的人喜欢这种屏幕，我是喜欢越清楚越亮的屏幕，我也喜欢，我是那种人。他又换了这个屏幕，也能接收手机的推送，也能监控睡眠，所以我决定尝试只用它生活和训练了。那这是我的一个重大的决定，对吧？所以接着说它的小遗憾，就是在这个一代的时候，我就在说，就是听歌这件事儿，它应该再精进一步。当然这不是一个主要的需求，但是可以考虑和一些流媒体平台去合作，而不用用户去下载 MP3 再弄进来，因为现在能下载 MP3 的地方越来越少了，对吧？我想了好多办法才下了一些 MP3， 而这个下载，不客气的说，可能还有点版权风险。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可以优化的地方，比方说可以和一些比如 QQ 音乐啊、网易音乐啊、像海外 Spotify 啊这些去合作一下，因为毕竟有前车之鉴，有其他品牌的前车之鉴，可以这样做。期待高驰能够把这个在下一代来做好。我现在已经是他来放音乐在训练了。好吧，这就是关于高驰 Pace Pro 我的测试的所有想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后面可能还陆陆续续有一些新的发现，我会在普通的每天的节目里跟大家说。总之从知道有它到拿到参数，到拿到东西，到第一次开始跑步，
整个的感觉是很兴奋很兴奋的。我说的真的是从内心深处的话，我觉得大概和高驰的小伙伴认识已经2年，有各种的沟通，各种的反馈，各种的建议，各种的意见，各种的 debug。高驰的小伙伴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的认真、真诚，并且热爱自己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像我一样，我也是科技行业，虽然我是创造软件的，我创造软件、创造平台，我热爱我的工作，热爱我做的东西，我做的东西就不会差。我可能有能力的壁垒，我可能有知识的盲区，但是我会竭尽全力去把这件事做好，就像跑步训练一样，每个人的天花板不一样，但是只要你努力，你就会是最了不起的那个你。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咱们下回再见。